我觉得今天这家店是真的把我可爱到了，每道菜用的什么食材都还专门写给你看。在日本有很多这种寿喜烧的老店，真的是非常老的那种，藏得很隐秘就不说了，还很不好约，耍什么大牌啊？又到了吃寿喜烧的日子，今天我们就来一探究竟啊！日本这种贵到死的寿喜烧店都什么样子？予約したの龍です。龍様、はい、お待ちしておりました。どうぞ6度3分で。はい、すき焼きは2回ですね。はい、今ご案内させていただきます。对，进这种店的第一步一般都是脱鞋，然后你们就会发现，把我们带上楼的、带进房间的，再是介绍菜单的，最后是帮我们烤肉的，是4个不同的姐姐，感觉莫名的高端。点菜的流程非常复杂，但总结下来其实就是超贵跟巨贵2个选项。为刚才的前菜，还好这家店的前菜只有1道，这道菜就叫水无月，这其实里面每一小坨都还挺精致的。这个是鸡蛋红豆糕，吃起来像那种微微泛甜的鸡蛋布丁，我喜欢。然后是一块不知道涂了什么酱的烤鱼，上面是芹菜的碎末，非常清奇的搭配。然后是一小颗牛肉，他们专门在牛肉的外面涂了一层牛肉末，接着是一些6月限定的蔬菜，然后上了2盘巨可爱的刺身拼盘，这颜值比味道还要好。鲷鱼、金枪鱼跟乌贼蘸酱油就可以吃了，但海胆还是要好好品味的。拼盘最上面是一坨和牛寿司，肉只有外面的一圈是熟的，吃起来巨嫩，特别美妙。然后是一份类似茄子煲的东西，它这个味道真的是巨奶，就像加了奶油一样。里面的鱼肉还特别下饭。真好吃，烤的2条鲶鱼就还一般，不过刺儿都是挑走了的。然后又是一份特别可爱的菜，烤和牛，看看这个肉质，软的像夹了一坨雪花，一次吃2坨。巨软，不知为什么又想听莫文蔚的歌了。然后看到阿姨悄悄的把锅端了进来，我就知道我们要到最后的主菜了，一份寿喜烧，一份小火锅，这个也是阿姨全程帮我们弄，我们就不糟蹋了。吃之前还要介绍一下各个蔬菜的产地，然后2个套餐里面总共有6片和牛，其实已经很多了哈。然后都是6种不同的吃法，特有仪式感。第一片是蘸着生鸡蛋液吃，哇，这个生鸡蛋液可以把和牛脂肪的那个甘甜给衬托出来。然后是柠檬秋葵味儿，又是奇怪的组合呢。火锅涮的就完全不同，强调着这种蔬菜的清香。然后这种高级餐厅的甜品你们都懂的，肯定会是什么昂贵的水果。阿基推荐指数9分，卡玩意儿。寿喜烧，你们说日本最老的寿喜烧店它还在吗？这是一个疑问，但也是一个很值得寻找的答案。我操！所以我就去搜了，现在英特网上能找到最老的店在京都，我就知道又是哪儿，就是不管3729、7863，我们又花了2000块钱车票过来做慈善，就当满足这个夏天最后的好奇心。这家店叫寿喜锅啊，1864年就开了，比我们之前吃了1886年的还老。那个时候我差不多刚出生。它在京都的5大花街之一，先斗厅。我走在这条街上，我感觉我都老了20岁。它藏了大量的百年老店，这条街真的全是店，太爽了。废话说太多，但我就选说废话。すみません。7時予約したの量ですけど。我每次都会觉得这种全日式的装修私密性特别好，这种古朴的氛围感比东京的强多了，价格也非常的讲究。不说钱，说缘分的缘，一盘肉8500元，前菜是一个芝麻豆腐，就这个东西在京都特别流行，属实开胃，特别的滑嫩，甚至像鸡蛋羹。然后就没有那些无食包进的前菜了，直接开始做锅，先是一块牛油润一下，然后撒上白砂糖，非常关西的做法。然后在白砂糖还没有化开的时候，铺上牛肉 A5 的和牛就是一个大，煎一下之后再倒入酱汁，听着锅从滋啦滋啦的声音变成了咕噜咕噜的声音，看着和牛从红白相间变成了棕色，看着我从110斤变到了130斤。然后我们开始搅鸡蛋，真是肉之大，一口吃不下。我发现这个蛋液的作用不仅是让它变得更滑嫩，主要是给那个肉片降温。他们家的寿喜烧特别的清新，不会太甜腻。说着第一口不吃饭，但我还是没忍住。而且他们家的酱汁没有那么抢戏，所以更加突出了它和牛油脂的那个甜味儿。不愧是老店，非常好吃，就是有点费钱包。姐姐接下来会在锅里放魔芋丝、大葱还有豆腐，第2口下去仍然很满足。滑蛋牛肉和米饭太配了，温热的牛肉和蛋液混作一团，包裹着颗粒分明的米饭，难以抗拒的鲜嫩。再来一口，2片滑牛让我刨了一整碗米饭。前面刚说完他们家8500元一盘，我们又追加了一份2片16000的和牛。来口和牛卷葱，我们先不卷葱根，卷那个绿色的葱叶，因为我觉得葱叶更有那个葱的味道，而且那个脆脆的口感包裹在寿喜烧里特别解腻。葱里面的甜还带一点辛辣。又想吃饭了。吃完之后继续煮菜，大葱、洋葱、小香菜，就这个锅越煮到后面就越清新。又是每次的固定环节，魔芋丝加蛋液还是那个滑溜溜的口感，想念起了那道东北名菜猪肉炖粉条。接下来换了一个蛋液，重新又加了一份肉。其实吃豆腐的时候也非常讲究，不能太老也不能太嫩，嚼起来特别的扎实，用和牛卷着它吃就很完美。外柔内刚好像不太合适。接下来是香菜，我发现香菜煮了之后就没有香菜那个味儿了，淡淡的香菜味配上和牛，像是火锅里面煮的茼蒿和肥牛。最后一片还原我们最原汁原味的，这一口真的太大了，但是也必须得塞一口米饭进嘴，不然这口和牛都没有灵魂。寿喜烧为什么可以这么好吃？餐后的甜品是一大牙哈密瓜，这东西在日本非常的昂贵，但它甜得来像打了糖水一样。总结一下就是他们家店是我吃过的寿喜烧里面性价比还比较高的，古朴的氛围，美丽的古街景，带朋友过来吃就是有品味有情调。阿基推荐指数9分，真好，这家店卡玩意儿。寿喜烧作为日本最传统的美食之一，是不是必须得找越贵的店越好吃啊？那肯定不是的。今天我们就来看看我心目中的满分推荐。
太绝了。哈喽，阿基，我是大家好啊。今天又是一个非常阴沉的雨天，但这跟我们又有什么关系呢？我们今天命中注定要吃寿喜烧。我们今天去的这家店是我在日本能够找到的最老的寿喜烧店，开店日期是1886年，这个真的不是骗人的。150年前别人都在开店了，想一下你还在干嘛？呵呵。すみません。予約はないですけど、今アイデスってありますか？あ、大丈夫ですか？はい、一人です。はい。B， 他家是那种很传统的木头房子，背后是一个设计的很好看的小庭院。这是我们的座位牌，坐的位置就是榻榻米。点菜非常的简单，因为只有2种选择，贵和牛跟便宜和牛。1人份的锅真的很小，服务员先会用牛油刷好锅，然后你把蛋搅匀就可以等着开吃了。我们第一锅先放的是便宜和牛和魔芋丝，还有葱跟豆腐。这个锅一烧开就能闻到酱汁的飘香。肉的话，只用煮到2面没有红色就可以吃了。这个魔芋丝的颜色真的好好看，但其实这种稍微带一点红色的也很好吃。好，我们先来一块和牛卷葱，这是我个人非常推荐的一种吃法。真的一定要裹满这个蛋液，如果你不裹满这个蛋液的话，就是你尝不到那个肉的鲜味。真的很想好好夸一下这个酱汁，就是甜度刚刚好，再加上葱汁和牛油会分担那股甜味，送进嘴里之后，它就像一拳打到了你的这个里巴，接着你再用一大块米饭把这个香味压到你的胃里，此时此刻你就会觉得你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人，干饭的快乐莫过于此了。再来是和牛卷魔芋丝，它太卷那个蛋液了。这个魔芋丝就是特别能带汁儿。就像先喝了一口鸡蛋，在蛋液里面又嚼出了爽脆的粉条。下一锅我们又加了一点茼蒿，因为刚才加了茼蒿嘛，所以我又倒了一点酱汁。茼蒿这个东西真的会让整个锅变得清香起来。我们现在来一下贵和牛，这个贵的和牛就是每一张都特别大，然后脂肪更多，再加一点水，和刚才的茼蒿一起揉进蛋液里面，再炫满蛋液提个鲜，就是饭吃。和牛的最终吃法真的不是烤，是寿喜烧，那种牛肉的甜味和酱汁的甜味，再挂上一点茼蒿的清香，这太下饭了。还有一种吃法是这样，你把和牛放在饭上，然后筷子深深往下面一夹，就自制了一个和牛寿司。而且他们家的豆腐我也是满分推荐，我觉得它最好的搭配是葱，因为豆腐本身没什么味儿，全靠葱香衬托出这种若有若无的豆香。这已经是我第2碗饭了，长胖就是因为这个嘛，无所谓了。阿基推荐指数10分，真的是久违的10分了，而且他们家真的很便宜，一个人也可以炫得很开心。卡玩意儿。自从上次吃了那家法餐的鹅肝饭之后，现在整个人非常混沌，感觉1周不吃鹅肝那个血压就上不去，非常的不合适，所以今天又去找了一家好吃的店，又到了吃鹅肝饭的日子。今天我们也是来居酒屋，就是这家藏在日本地下富人区的店了。6です。さっき電話しました。这家店就是人太多了。6はどうですか？啊，じゃあ1つだけでいい。他のおすすめは？其实这种店在日本都算是比较高级的居酒屋了，就是各种奇怪的日本酒它都有。我们的小菜是一杯玉米布丁，它是一种又甜又咸的布丁味。还好第2道菜就是我今天特别喜欢的一道菜，鸡汤炖牛舌。它这个也是煮到你一咬就能下来，在嘴巴里一顶就能摊开的那种程度，这真的好大。再搭配着上面那一坨山葵酱。牛舌里面吸的鸡汤几乎在往外喷，感觉自己分泌了一吨多巴胺，太爱了。下道菜是油豆腐包火腿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，我现在看到豆腐我就有一种生理反应。直接一口吧。但其实这个味道还挺好，就是有点难描述，很复杂。我觉得厨师应该是把火腿揉到了午餐肉里面，才会有这样的味道。口感是午餐肉，但是味道却是火腿，然后豆腐也会中和火腿的那个咸味儿，好吃哎。然后这个面也是我今天很喜欢的一个菜。妈呀，我发现我真的好花心，它是番茄香肠面，它那个酱里面还有一点百香果的味道，就非常的夏威夷。然后上了一份海胆烧麦，就是肉烧麦上面配了一个海胆。为了不让我的门牙碰掉那个海胆，我努力把嘴巴张到了最大，不过还算好吃。接着是黑松露寿喜烧盖饭，就一小碗，而且上面就一片肉，戳破蛋黄，那个黑松露的味道就跟坚果的味道差不多。用裹满了蛋黄的牛肉卷一片黑松露，是东京墨尔本的味道了。接下来还是牛肉，低温烤制的和牛，是烹饪和牛里面非常常见的一种做法，我们直接跳过吧，因为我们接下来要吃鹅肝饭了。我跟你们说，这个跟法式的鹅肝饭差别真的很大，上面是微甜的照烧酱，这个酱跟鹅肝里面的油水特别配。然后我个人觉得它的点心之笔是下面的白米饭，我第一次觉得米怎么可以这么好吃，原来鹅肝也可以这么家常。实名推荐这个饭，吃完之后来了一份海鲜3拼饭，里面的鱼子酱跟海胆特别好吃，不过也就一小口。然后最后一道硬菜是卤猪排，带筋的那种，这个菜怎么不早点上啊？它菜单上面写的是软骨，但骨头可能已经被高压锅压坏了，真的是稀溜哈。最后的甜品是巧克力熔岩蛋糕，上面也铺了一层黑松露，这才是真正的熔岩蛋糕，非常满足的一天。阿基推荐指数8.5分。看玩意儿，我去，你们看今天这个寿喜烧，其实自从上次之后就没吃到过像今天这么好的店了。这才是寿喜锅最好的味道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基，是不是很久没来吃寿喜烧了？然后我今天就在网上搜，就看到了这家比较破的小店，但是我一看他们家的开店日期，我惊了，1886年，那个时候我还在上小学，所以我就很好奇，是什么让他撑了这么久都没倒闭？あ、すみません。
龍です。予約しました龍です。はい。他家这个榻榻米我踩上去都在响，不过他们家氛围是真的挺好。我挑了一个坐在窗边的位置，窗户打开就是后面的庭院。はい、お願いします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少しだけ追加したいけど、トークでいいです。1、2枚。这个就是他们家的菜单，上面基本上就只有牛肉跟酒，牛肉还分贵的跟便宜的，我们就都试一下哈。じゃあ最初はこちらで。これは自分で焼きますか？最初に来看看便宜牛肉跟贵牛肉的区别啊。这是3000一盘的肉，这个是3800一盘的肉，它上面的油会很多。我们还是先让小姐姐烤便宜的吧。下菜的小姐姐真的是非常的认真，然后就是餐满寿喜烧的料，看起来非常爽。両面赤身が取れましたら、卵につけて召し上がりください。然后等它煮开就可以了。这个葱根的味道真的巨香。对了，这个鸡蛋液，我上次看到有人直接把它丢到锅里煮，也不是不行，也是可以的。它这个其实是用来蘸这个肉的，反正你怎么吃都可以。用这个带了一点葱香的牛肉，裹满刚才搅好的生鸡蛋液。这一口真的太绝了！不过看到对面坐了对情侣，我就想到快到七夕了。买包包我都在评论区的得物上面选 ，LV 这些大牌包比专柜都省几千，还有专业鉴别，买着放心。好了，我们继续吃，墨鱼丝也煮好了。这个墨鱼丝裹鸡蛋液的效率真的很高。脆嫩脆嫩的口感，你也可以把它煮久一点，煮到那种一夹就断的样子，也很好吃。然后我们再来试一试贵的那盘肉，它就是更大一片，再浇上一点酱汁，等它变色就可以吃了。因为它这几块肉脂肪比较多，所以就很适合配着米饭吃，特别的下饭。这个就是刚才那块最大的肉，再往嘴巴里送一大块米饭，就很过瘾了。你还可以用和牛卷着大葱吃。其实我之前也不怎么吃葱，但直到我尝到了葱根其实是甜的之后，就爱上了大葱。茼蒿也差不多了，也可以用它跟葱卷在一块吃，双重美妙。最后再来一块豆腐，这个才是豆腐的正确做法呀。再来一块肉卷茼蒿，今天也就是寿喜烧大满足。不过残念的是他们家并没有甜品，买完单之后自己去便利店买个甜品吧，还是这个雪大福最好吃。好啦，阿基推荐指数9分，卡玩意儿。古时候的日本人就很喜欢吃寿喜烧，甚至连日本金字塔最顶端的那个男人都亲自来吃过。这什么排面啊？他们家的一片肉5830日元。OK。今天我们去了这家店，就是从1869年开业至今154年没敢关过，这不废话吗？天皇老爷都来吃过的店，我为什么要关啊？所以也管不了那么多了。快上车！这家店位于京都，也是我们在日本的第2个据点。我们又到吃寿喜烧的日子啊！怎么每次到吃寿喜烧的日子我都很开心啊？我是不是好店都会配上这么一个悠长的隧道啊？换好鞋子，跟着小姐姐。你就会被领进一个硕大的包间，它这个地方点菜非常传统，用的是那个直连座机，然后最贵的肉是5800一片，点好之后就会上小菜，5个开胃小碟，有牛肉沙拉、土豆沙拉、一小块甜笋、一小块豆腐，最后一个小蛤蜊。吃完这个还有个前菜啊，不过是很好吃的和牛寿司，而且它的这一片很厚很肥，和牛淡淡的奶香一下就会让人开胃。最后是一碗煮的青花鱼饭团，很日本很清淡，可能是为了接下来修正味觉吧。吃完之后，小姐姐马上就会来做寿喜烧，用牛油刷好锅之后，铺上一层白糖，就直接这样下肉，主要是要让和牛的脂肪和糖一起融化，然后再倒入料汁。京都寿喜烧那种独特的鲜甜一下就会冒出来，然后直接把带着热气的肉淹没到蛋液里，这种时候就是最好吃的。他们家的这个一片肉真的太大了。我们不用，我要吃饭了。那种焦糖再加上寿喜烧料汁的味道，你很难做到不往嘴巴里面塞米饭，就像拉面必须配上叉烧。下了一半，直接一口了吧。和牛裹上无菌蛋液之后，稍微嚼一下，和牛的油脂香就会蔓延在你整个口腔里。如果你觉得腻，可以来一筷子小银鱼盐白菜，味觉修正。然后第2锅因为要下蔬菜，所以下了2片肉，加了菜之后，熬出来的料汁的味道会变得更好。第2碗我一般喜欢用和牛卷着葱根吃，而且是那种脆脆的葱根。我真的很想端着这个盆吃，葱跟那股微微甜的味道，就是给和牛物理提鲜。煮到这个时候的豆腐也很入味了，基本上就是一个筷子轻轻一夹，碎成2半，再蘸上一点蛋液，你甚至都能尝到豆子的香味，像是用面包蘸奶油蘑菇汤。煮到最后的魔芋丝已经变得很软了，它虽然本身不入味儿，魔芋丝也是寿喜烧里面最卷蛋液的。蛋液也很香，吃到一半你还可以换一碗新的蛋液，这种茼蒿里面夹着一点魔芋丝，也有一种脆弹脆弹的感觉。我还专门拿了一片牛肉烤到了最后，它已经是一个焦褐色的状态了，但是它特别的入味，所以要多裹一点蛋液。这一片130克，你下肚再加2口米饭，就是至高的满足。京都的寿喜烧就是缓缓的用牛肉的香气慢慢塞满你的胃，最后再来一个甜品，非常的爽。而且推荐指数9.5分，卡玩意儿。寿喜烧最早它起源于17世纪的日本江户时代，所以我们经常能够找到百年老店。在以前，它是只有天皇才能吃的肉。
但今天这家店它的吃法真的太独特了，怪不得它作为新派寿喜烧还可以连续8年拿米其林1星。又到吃寿喜烧的日子，今天我们来的地方是白金高轮，这个地方它非常的贵，所以很多好的餐厅都会选在这儿开。别的不说，它这个地方的住宅是真的很高级，没有一间我是住得起的。进门啊，すみません。少し早く着いたけど大丈夫です。第一个小菜很像参加别人婚礼的时候最先上的那个菜，今天的活到150。日本是真的非常的抠门，它松茸都是按一颗一颗来算的。然后一小块柠檬烤贝柱，很像那种肉味的果脯。完了是今天第一个前菜，它是一盘炭烤的牛舌叉烧。牛舌很难用来做叉烧，因为做起来很麻烦，但是它这个还这么厚，你能够清晰的看到那个肉是一缕一丝的感觉。我第一次见到这么厚的牛舌叉烧，就是先卤了之后，然后再给你烤，它嚼起来非常非常的软烂，就是你甚至不用牙齿都可以把它压开。其实这样葱加的多反而会更好吃一点，葱丝还有一点微妙的甜味，有一点像港式的叉烧，但是没有那么甜。然后第二盘前菜是烤牛舌，其实这家店真的很好，就它虽然是来吃寿喜烧的，但是会给你上很多烤肉菜。好的牛舌上面还有大酱的血，它其实看上去很像牛舌版的惠灵顿，像果冻一样的质感，嚼起来会挤出里面的脂肪和肉汁，跟牛舌纹可能就是这个样子吧，一吃一个不吱声。完了才是今天的寿喜烧。我吃了这么多次寿喜烧，我第一次看到寿喜烧有用这种锅的，他家真的很别出心裁。他家是1克2片肉，但是他还拿了一盘松茸过来，煎肉的时候会一起煎，然后裹着它吃。对，就这一片肉加这1根松茸就8000日元，然后他家的肉还特别的厚，所以吃到嘴里的时候会有更明显的紧实的感觉。还有就是它这个打成泡沫的黄金蛋液，奶泡裹着牛肉，会让那个甜味更加的明显。然后最神奇的是，当你的牙咬到最中间的时候，它这个松茸的香味会喷发出来，就整个过程是先是奶泡的香味，然后是和牛的柔嫩，再是松茸的野味，每一口都是精心设计的恰到好。吃第2片肉的时候还会给你换一碗新的奶泡，然后会在锅里放一些蔬菜，这个时候它会放更清淡的料汁，缓解一下刚才的油腻。然后就是第2片肉，第2片肉其实更像关西的做法，它更加的清淡，甜味也更加的若有若无，清晰的看到和牛上面的奶泡，很想一口吞。但这一片肉真的太大了。吃寿喜烧，可乐或者啤酒是必备的。然后不得不说，寿喜烧里面我最喜欢2个素菜，一是豆腐，2就是魔芋丝。豆腐夹开里面也是花花的，魔芋丝是真的很带汁儿，它已经吸收满了各种牛油和蔬菜的精华。最后再来一份冰沙，解完腻其实真的很满足。之前看有人说2片肉觉得很少，但其实当你来吃过之后，2片肉是真的很顶。总的来说，这家店它保留传统的同时，也有很多新鲜的做法，主要是调味和肉质都做得很好。阿基推荐指数9分，卡玩意儿。家人们，我今天终于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，鸡肉做的寿喜烧可真的是太绝了。这个比牛肉寿喜烧也好吃太多了吧？为什么我没想到？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阿基。今天我们去了这家店可太难约了，他家的店长是出了名的谨慎，一有什么事儿就关店，距离上一次开店已经半年，所以并不是因为他们家高级所以难约，而是因为老板脾气不好所以难约。すみません。はい、リュウです。こんにちは。お願いします。他们这个房子外面看起来很小，但里面就跟无限城一样，没有菜单，因为他们家只有1道菜，这个就是我们的锅了，里面装的炭火，100年前的做法好像也是这样。然后阿姨会帮你做好第一锅，之后就是你自己加肉了，菜就是这些：鸡肉、鸡皮跟鸡肉丸子，还有一些鸡的内脏。简单来说就是阿鸡全宴。想吃甜一点的话，就多放一点寿喜锅料。煮好之前还会给你上2串烧鸟。还是盐烤的好吃啊！这一串是内脏合鸡，鸡心、鸡肝、鸡胗都给你串一块了。那也差不多，我们的寿喜烧也煮好了。吃之前还是要打个蛋，其实不打蛋也可以吃，只是就没那么鲜了。我反正喜欢全部加到蛋液里面泡一会儿。我靠，还是好吃的呀！再来一块豆腐，豆腐其实是最入味的。鸡肉寿喜烧吃起来就是特别的嫩滑，又没有和牛那么油腻，特别是裹上蛋液之后，鸡肉的鲜味就全给炸出来了。然后这个时候你再来一碗白米饭，用2片鸡肉包着米饭吃。我真的好久没有这种感觉了，就是爽到了我的胸腔里。而且鸡肉你很难吃腻，而且就算你吃腻了，再来一口甜葱，瞬间满血复活，然后又可以嗦魔芋丝了。今天这个太香了，真的。锅里的鸡肝也是一种宝藏，你还可以配上鸡腿肉一块吃，双倍的快乐呀！吃完这些就可以下我们的另外一盘鸡肉丸子了，又是满满的一盘。这次我们还多加了一点豆腐，它那个豆腐因为是先被烤过一次，所以吃起来的时候皮还是有点脆的。鸡肉丸子里面还加了一点鸡皮肉末，吃起来会比较油香。还有一个感悟就是，我觉得寿喜烧是介于甜品跟日料中间那个东西。把这些全部吃完之后，阿姨会拿着饭就的那个汤汁，最后再给你包一碗饭。那个饭是真的有点腻，这一碗下去你怎么都得饱了。吃完之后还是想感叹，寿喜烧真的太适合干燥的冬天了，尤其是最近温度骤降，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炸串都可以卖到这么贵了。大家都知道，炸串是日本很受欢迎的一种民间小吃，它现在居然都有米其林了，我已经开始生气了。我们其实今天来主要就是为了吃这一串。床前明月光，肚子饿得慌，举头望明月，还是炸串香。还有大耳麻煎，今天我是想吃一点比烧鸟更清淡，但是又比天妇罗更香一点的东西，那就只有这家了。这让我命中注定要吃炸串。初めてです。でも以前は麻布一期見たことあります。これはコラボですか？ここも美味しいです。美味しかった。这一盘就是我们今天会吃到的食材。废话不多说，我们开始吧。先是一杯解腻用的生菜叶子，看到没？这就是米其林的精髓，装就完了。然后是泡菜，我们直接跳过吧。第一串是秋葵虾肉脆饼，我觉得它这个造型其实一点都不像炸串，饼皮很薄，中间裹的虾仁跟秋葵。
却会稍微有点黏，但和虾肉的适配度很高，吃起来是咸鲜的口感。对，就是炸馄饨。下面这串我特别喜欢，炸的牛脸肉，第一口下去的感觉就是煮烂的牛舌，肉里面的热油一下就渗到了嘴里，基本上没什么吃感。然后这一串是极品香菇包猪肉，这个串一口下去，上巴和下巴的口感完全不一样，挤一点臭橙会更香。咬开那层薄薄的外壳之后，就是那个油香多汁的肉馅儿，再是柔软的香菇肉，香菇的汁水和肉汁融为了一体。炸串吃的是真的香，但也是真的油，我现在就已经是油光满面了。还好今天带了一包杰士派的冰爽湿巾，它是在日本便利店、药妆店都随处可见的好东西，里面富含清爽薄荷醇，这种时候擦擦脸和脖子，瞬间去油降温，很清爽，仿佛给皮肤开了空调特效。热的时候感觉整个人都有被解救到。它这个涂的之后真的是很清凉。好了，我们继续吃。一是龙虾，虾头和虾身是分开炸的，这跟天妇罗有什么区别？它这个虾头吃起来就像刚出炉的薄薄的薯片，虾身就炸得很嫩，再加上那个薄薄的面包糠，酥脆弹三种口感极为一体。好肥啊！今天的每一串都是咔吱咔吱的，包括这个鲜笋，炸鲜笋就是软中带脆，简单的调味还能激发出鲜笋本来的清甜，还不会喧宾夺主。接下来是扇贝肉，这个蘸一丁点芝麻酱就好了，咬开酥脆的外壳，里面就是弹牙的贝柱，它这个贝柱的块头有够大的，再用里面蘸一点芝麻酱，两种甜味，好开胃啊！海鲜的那种甜味就真的很治愈啊。接下来是蚕豆，我还以为日本人不吃这个东西呢，炸的蚕豆一个字总结就是臭香。成都人吃到这个会很开心哎。这个是亲嘴鱼肉卷小嫩葱，亲嘴鱼本来没什么味道，炸过之后就恰好衬托出了它那个肉质的鲜美，蘸一点甜酱和葱的味道更配。然后上了一碗荞麦面，还是抹茶味的，上面是山药泥和海苔丝儿。这个是芝士裹着小番茄炸的，培根的熏味还挺配芝士的奶香。这个很可爱的是小乌贼，它一口下去真的就会爆汁，就像在大海的口中化开的感觉。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贵宾。最后一串压轴大鲍鱼，看上去是不是很像拿杏鲍菇在糊弄我们？但鲍鱼那种弹牙的胶质感是骗不了人的，嚼着很过瘾，但是它就只是鲍鱼的味道。虽然压轴，但并没有多惊喜，还不如最后一个甜品红豆年糕抹茶冰淇淋，炸的熟透的红豆配上稠稠的年糕，那种奶心融化的感觉是有了。话说我吃到现在，整个脸还是清清爽爽的，这个去油神器还是蛮好用的。好啦，阿基推荐指数7.5分，卡玩意儿真贵啊！我是不是又被米其林 PUA 了？我到现在都不懂为什么会有3300万人看着我买龟儿子的视频，我也不知道他火的点在哪，但是无所谓，又到了想做那件一直很想做的事儿的时候了。今天正好又是迪士尼最忙的一天，夏日限定发售的日子。我懂了，迪士尼虽然坑我们的血汗钱，但是有些时候它还是有道理的。大概可能 maybe 吧。今年的限定就是这个，你们觉得好看吗？好看的话跟我也没什么关系。今天我们的目标只有一个，无论新品还是老款，把能买到的所有的龟儿子都接回家。至于要花多少钱，这个我们最后再说吧。首先迎面走来的是我们的手帕方针，非常的想轻微吐槽一下这个价格，它只是印了一个图案，可以卖这么贵，还是歪嘴的，喜欢你没道理。进去，第一个就感觉不太对劲，然后旁边这个是新到的零食包，我好像没看错，它还卖1700，牛逼啊！进去吧你。接着是原版的人偶，没有服装的版本。呆滞，这个金鳄，这个是嗲脸，这个可爱。我要觉得搞笑，一定要挑个脸好的。接着是小龟龟，这个基本上不用怎么挑，因为脸太小了，都差不多。这个是新品，抱抱数据线，还不能单买。它这个是那种盲盒的那种罐，真有你的呀，米老板，但肯定有它存在的意义。进去吧你。然后是挂饰，它那个质感还不错。这个咱们就是说它有点母，但是母就母吧。然后是这个，今天我觉得全场最可爱的新品，它是一个手套布偶，乖惨了，这个真的是可爱到没有章法了。再加上我们有2只手，那就买2个吧。请问谁会买这个0.5毫米中性笔啊？哼，好笑啊，无语。旁边还在卖这个20周年纪念款的点心盒，买，然后一眼锁定了旁边的柜子。它属于是一只睡觉的女明星，但这个睡觉的达菲就很可爱了。睡觉的达菲和睡觉的儿子，就当给儿子找个睡伴。你就没什么事儿了。这个是新到的夏日水果糖，我什么时候才能有这个新款的玩偶？最后回过神来买了这么多，这个，但是结账一看好像没有很多。快乐的同时，我还留了一个小彩蛋，给儿子买了件新衣服，因为一直没有新款，所以就买了一件别人的，刚好合适。慈母手中线，游子身上衣，好看吧？理智消费，别乱买。当你的心情不好的时候，要不我就请你吃烧鸟吧。今天肯定又会有人说你怎么又来吃烧鸟？那还能因为什么？我太馋了。这个鸡年龄肯定很小。为了吃今天这家店，我们又连夜来到了热情好客的大阪。咱们就是说大阪这个城市为什么那么多烧鸟店？又到了吃那个的日子。到了火锅ですよね。第一个菜是这个方盒子。它是一个擦手布，它入口即化，它鲜嫩多汁。这什么啊？无语。废话不多说，我们开始吧。第一个小菜是鱼子鲍鱼，真奢侈。这个是油菜吗？感觉好久没吃到过了。鲍鱼再配上一点鱼子，好腥啊！接着是前菜大拼盘，一碗芥末小鱿鱼，还有一碗像鼻涕一样的透明带鱼，一小碗海胆豆腐脑，居然是甜口的，还有一小块鲷鱼烧。然后我们今天的师傅真的很赶，第一串马上就端上来了，平平无奇的半熟鸡胸肉，却给我们上了一盘印度辣椒粉，这个辣度比六婆变态多了，直冲天灵盖。然后是我们的老朋友鸡肉团子，非常的嚣张，没有任何配菜，但是我一口下去，牙齿都能感受到里面鸡肉的细腻，而且当你慢慢咀嚼它的时候，那个肉汁和孜然香在嘴巴里面反复回旋，里面还有一些脆骨粒，腌制过的肉香会直冲你的鼻腔。这个应该是最近得分最高的一串。下一串是鸡脖子肉，
一口下去你就能吃出来这个鸡生前应该经常做脖颈运动，肉嫩爽弹，它像鸡脚筋和鸡腿肉的结合，就是肉中带筋，筋中带肉，让我突然想起了我的初吻啊！接下来这盘菜叫长命百岁，活到150，再来一串整整齐齐的鸡心，这一串也烤得特别好，血管的部分已经烤得焦脆，你不仅能吃到肉的弹性，还能吃到鸡心爆汁的回甘。怎么说呢？大概就是汁水炸裂，灌汤鸡心说的就是它。这个是全鸡上下脂肪最充沛的地方，它的屁股破开焦脆的外壳，里面就是一块极其肉厚的固体脂肪等着你，是一只幸福的鸡呢。接下来是鹌鹑蛋，师傅说每个蛋的火候都不一样，最上面那颗是溏心，中间是半熟，下面是7分熟，然后因为它是卤过的，就特别入味。但是下一串是鸭肉，果真的栓 Q， 但我也因此发现烤鸭肉很像那种嚼不烂的牛蹄筋，看着很香，但是最后无奈也只能直接吞进去。下一串也是常驻嘉宾烤鸡翅，其实我吃烧鸟并不喜欢吃有骨头的，但是每次啃鸡翅的时候我就很兴奋，因为它的口感真的太丰富了，又脆又有嚼头的鸡翅皮和别的部位的鸡皮完全不一样，有炭火气息的鸡皮和鲜嫩多汁的翅膀肉组合在一起，哇，那个真的太绝了！而且骨头上面的肉越啃越香，嗦骨头特上头。这个鸡肝看着就有酱香十足，咬破皮之后就是那种绵绵沙沙的内脏的甜味儿，这种叫什么？像是沙沙的空气感，生软的力道，里面就像那个稀泥一样。接下来是一盘金色炸鸡，它的外壳非常的蓬松酥脆，表面上那一层薄薄的面粉。它肉上还挂着油脂的鲜美，主要是这个油一点都不会觉得腻。但是烤饭团这种东西我是真的有点不太理解，吃起来像是煲仔饭最外面那层锅巴，不过里面咬开之后还是冒着热气。吃了这么多，再来个日式小火锅，应该也没有什么问题吧。好了，今天的分量也是吃到天灵盖了。阿基推荐指数8分，卡玩意儿，我的妈呀！今天这家烤肉店真的太有精神了。对不起啊，阿基悄悄退出了刘畊宏老师的直播间。同样都是日本最贵的和牛，为什么他家就可以这么好吃？哦，这一口下去，哇！哈喽，大家好，我是阿基，又要吃到了，我的妈呀！今天我们来到了新宿，我们又是一样的画面。予約したの龍です。おしゃれ。不知道为什么这家店有一种高级的感觉。我们开始吧。前菜是竹笋、花生芦笋，还有孜然土豆丝儿，这太有精神了，根本没人想吃。好难吃啊！我们今天直接跳过前菜吧。这是我们今天第一盘烤肉，长条薄切牛舌。它切这么长有个好处，就是可以卷着别的东西吃。这次搭配的是小嫩葱，嫩葱那种细碎的齿感，再配上薄切牛舌那种又软嫩又弹牙的质感，就是不仅嚼起来很开心，而且嫩葱刚好又调淡了牛舌的那股油脂味，好吃。接下来这个是熟悉又陌生的逃不掉的生肉环节，还好只是一块寿司，寿司就会显得生肉合情合理。它是贝柱加上生和牛，还有它是寿司呀。接下来是我们的老朋友横膈膜肉，这个部位还有个叫法叫心头肉。我发现他们家的每一个菜都像一个单独的小摆件。横膈膜肉就是口感特别细腻，它那个柔软程度就像在吃一块肉感十足的棉花，再配上一点他家的秘制柚子酱。它不像普通和牛那样一下就化开，而是很有嚼头的那种，而且还有一种和牛脂肪的奶香，真的很绝。接下来是厚切牛舌，用的也是牛舌舌根的位置。它烤的时候那个噼里啪啦的声音，让我心里真的很痒。厨师夹起来的一瞬间，你都能闻到空气中的牛舌味。还是怎么做到表皮是脆的，但里面是生软的状态？好肥啊，好爽啊，好香啊！它这个嚼起来就是比内脏要柔软，但又比肥肠有嚼劲。当还在回味这块牛舌的时候，服务员趁我不注意，一盘生肉悄悄端了上来。我发现这种高级烤肉店的套路就是分量不够，生肉来凑，真的是商场如战场。商场我虽然不太懂，但战场我可太熟悉了。昨天我在率土之滨打并州李家的时候，我也是抓住了李家轻敌的心理，派10万吴当飞军边用毒箭输出边后退，让李家追击过来。这是我的冀州兄弟在带200万大军和5冲车进攻撞碎并州州府，这心理战打赢他们就是这么容易。好啦，说回刚才这盘生肉，它用的是那种很肥的碎肉，它没有任何的蘸料，就是直接这样吃的。其实并没有那么可怕，它是一种若有若无的甜味。接下来这个是今天的极品牛肩肉的寿喜烧，烤好之后会和他们家的秘制甜酱放在一块儿，它这个酱是那种酱油风味的照烧酱。好甜好鲜啊！它表面上那种焦焦的味道和咸甜的酱汁加在一块儿，送进嘴里就是弹牙爆汁。接着是一块油煎里脊肉和薄薄的2片黑松露。煎的里脊肉虽然很软，但是它特别油腻，进嘴的一瞬间就是黑松露的汽油味，就是汽油牛排。哇，我们的老敌人长命百岁草。算了，我不想活到150了。然后是今天最贵的一道菜，厚切上等里脊。这块肉你一口还真塞不下，看上去很难嚼，但因为雪花很多，轻轻一咬就能下来。果然里脊肉还是要烤出来才会有那个嚼劲，因为本来就很肥了。最后的烤肉是和牛寿司烤肉，先用烤好的牛腿肉裹满酱汁，然后再把蛋黄戳破，最后连肉带饭一块裹进去。哇，那股蛋液的香味马上就能和酱料交织在一块儿。哇！再加上和牛那个鲜味，直接炫到你的天灵盖。阿基推荐指数9.5分，卡玩意儿。
真满足。提灯最近出现了很多它的负面评价，说它是下水，但咱们说就是什么，这跟它好吃又有什么关系呢？今天我刻意挑了家有提灯的店，好久没有吃到过让我惊愕的烧鸟店了，真的很夸张。这是打了蜡吗？这个？今天我们来到的是东京站，一个非常浮夸的商业区，里边其实还挺好看的。我们今天吃饭的地方直接在车站的里面。5時予約したの量です。5時半ですか？あ、5時ですよね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进来后发现是位老师傅，今天这顿稳了，吃鸟不长胖，我们开始吧。第一个小菜，常驻嘉宾毛豆在手，缺点小酒。这个前菜还挺有意思，它是先烤后蒸的鸡肉，其实吃起来有点像四川的冒烤鸭，加上一点洋葱，会有点清甜的感觉。它都是宫城县的鸡肉。再来一口豆腐渣拌的菜根，饿了。第一个出来终于来了，鸡脖子肉，真的会有人不喜欢吃这个吗？它是鸡身上活动最多的部位，所以它会格外的嫩滑弹牙。而且它的筋和肉是缠绕在一块的，都在发光。接下来是调味鸡腿肉，感觉每家店的味道都是不一样的。师傅说可以加一点七味或者一点山椒，因为这一串是酱烧，吃起来会有一点点甜味。我发现这个鸡有个特点，就是它肉和油脂的部分平衡的很好，细嫩又不失弹性。第三段是酱烧的鸡肉丸子，师傅对它其实下了狠手，一口下去，牙齿能够明显的感受到里面的紫苏叶和脆骨，再蘸一点萝卜泥和蛋液，这样配上更甜了。它这个肉打得特别细，肉质也被保留得很充足。肉里的油水真的很适合夏天，但是脸上的油我们还是算了吧。我最近就发现了一个特别好的东西，资生堂男士的新系列 Sidekick， 特别是他家的这个净油棒，它那个绵密的泡沫深入毛孔，清洁后皮肤也不会紧绷。里面的二肽15和山茶籽油不仅可以收缩毛孔，还能长时间的水油平衡，洗完还能再用他们家的保水瓶补水的同时还能安抚泛红，这个夏天的清爽就靠它了。好啦，继续下一串，真的很夸张，我第一次见到这样的鸡肝。如果有鸡肝选美大赛的话，它可能估计会荣获第2名。它像一块打磨好的鳕鱼，吃进去的感觉也是表皮 Q 弹，破开之后里面的干香会像液体一样涌入你的口腔。它里面是流心的，最近吃到过最好的鸡肝。再吃一串烤番茄缓一下，上面是一层厚厚的芝士，甜而不腻，而且盘子下面的芝士番茄汁还挺好喝。接着是一盘烤的包浆豆腐，上面淋的鸡油，有点像吃肉又有点像吃油豆腐，整个豆腐都被肉香包裹着。然后就是我们的提灯了，也是我来这家店的理由。它卵巢部分的肉挂得很足，卵巢不同于别的内脏，吃起来特别的有韧劲，再加上这颗超大的爆珠在你嘴巴里面炸开，蛋液没有腥味，反而是一丝清甜，口感立马丰富了。所以提灯好不好吃，我真的推荐大家自己试一下。最后一串是烤鸡翅，每次我都特别享受牙齿穿过那层厚厚的鸡皮，再咬到肉里面那个肉汁肆意的感觉。鸡皮焦脆，鸡肉软嫩，它经过大火烤制之后，那个皮最脆的地方像薯片一样，这个烤的优秀到可以缩骨头。最后的主食是一碗青椒鸡肉末冬，哇、太硬了，厚厚的一层肉末，再配上一块鸡肉加了青椒，而且它全都是烤的，这怎么能不算好店呢？阿基推荐指数9.5分，卡玩意儿，这家店带你朋友来。